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送外卖的骑手啊，大大的有名，中国人几乎都认识啊。京东的老板刘强东，一位致力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资本家。我突然发现的时候，其实共产主义真的是就在我们这代就可以实现。你估计还要有几年呢？像这样的这个，在12年之内全部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工作做了，已经创造巨大的财富了，政府可以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当然，现在一般都不叫资本家了啊，叫企业家啊。这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徒啊，最近很忙啊，因为他在京东啊一线做起了外卖小哥。当然了，只是做了1天啊。这刘强东啊自己说，他呢是苦出身啊，出生在苏北一个农民的家庭啊，一不小心做成了京东，后来呢也一不小心成为了亿万富豪啊。但是他成为亿万富豪之后啊，对这一线外卖小哥的生活疾苦啊，他始终感同身受，所以他总是啊心里头他不落忍。于是就在这一天呢，就穿起了京东外卖小哥的衣服，做起了一日外卖员。做完了外卖之后，他意犹未尽啊，他当天晚上就请了京东外卖的小哥吃起了海底捞，喝起了啤酒。东哥还有京东的所有兄弟们一起吃海底捞。吃完海底捞之后，他还是意犹未尽，现场又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就讲了，京东这家企业不能以追求利润为核心，他必须有社会责任呐。他要想着这些外卖小哥。到20年前，当我们有第一个快递员的时候，我就坚持说，我一定要做我们心里什么厂服。京东这种工作稳定，5月1日前起，我们老经理干了18年，他还可以至少干5年，咱们到退休年龄。20多年之后，他离开京东的时候，光工资一下，只要给20-30万，现金1次领。而现在退休之后呢，退休金像我们这样老兄弟，他退休金肯定不会低于5000的。你这退休之后，每一个可以领到5000以上的退休金，所有的法律医保全部他。对中国的劳动法比较有了解都知道，五险一金啊是中国的企业给员工最好的一个待遇，当然也是法律规定的啊。但实际上，真正给中国的员工上五险一金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啊不到50%。应该说这个标准还是非常高的。外卖行业那就闻所未闻了，因为外卖行业这些骑手啊，跟平台之间的合作，它都比较松散，所以外卖这个行业从来没有说给外卖骑手上五险一金的。人家刘强东那一天就宣布要给自己的这些一线的专职骑手上五险一金，他还算起了账啊，说你像这些员工们，你将来退休了，一个月可以拿5000块钱的工资。有了保险一金，咱们今后有了保障。我夫妻俩在这祝京东越来发展越好，祝东哥身体健康。好，谢谢，也期待你们的孩子早日嫁入京东啊！谢谢东哥。与此同时，他还讲，你想上五险一金呢，企业要负担大部分，个人也要承担一部分。刘强东现场就说了啊，这五险一金个人负担这一部分也由京东来承担。果然境界不一样啊，果然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啊，无产阶级的资本家呀。所以你看到了吗？刘强东对着这些外卖小哥确实是好啊。不过熟悉这个刘强东的人都知道啊，刘强东那天穿起了外卖小哥的衣服送外卖，也包括请这些外卖小哥去吃海底捞，其实都是一次商业策划。东哥来我店里的视频火了，真没想到这么多人能看到。就是最近吧，有网站，还有记者新闻给我打电话。因为最近美团跟京东啊，就这个外卖行业打得不亦乐乎啊。这京东实际上是在做一次非常重要的公关策划。你想想，刘强东是中国的亿万富豪，京东的老板真正骑着电动自行车去送起了外卖，这多吸引眼球啊！所以当天就上了热搜。还比如说，人家请外卖小哥，人家吃海底捞，中国有几个上福布斯的大老板，天天跟这些外卖小哥推杯换盏的。今天晚上什么会议都没有，想喝就使劲喝，啊，想跟我说话，想就使劲说，想唱歌就唱歌，没关系。所以刘强东那天请外卖小哥吃海底捞也上了微博的热搜，这一看就是一个公关策划。当然，这个公关策划总体来讲也算是比较高明啊，但还是比较刻意。你就比如说我那天看视频啊，他在请这个外卖小哥啊吃海底捞之前，现场请来了2位竞争对手的小哥，一个是饿了么的穿蓝色的衣服，一个是美团外卖的小哥穿黄色的衣服啊。
好，欢迎，欢迎，欢迎！很希望就是说能期待早日能加入咱们京东这个大家庭。好，来举手。哎，兄弟们，欢迎美团饿了么兄弟加入我们京东啊！好，谢谢。当场把衣服脱了，就穿上了红色的衣服，加入到了京东。这一看就是公关部给安排的啊，显得有点刻意。但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那天他们找的这些外卖骑手一起跟刘强东吃海底捞的啊，就这些人呢，工作好像做的有点不太细。你像刘强东当时发表重要讲话，说要给这些外卖的骑手啊，上五险一金的时候，这些外卖骑手我看他们这表情既没有惊喜，也没有鼓掌，甚至都没有好像那种比较正向的这种互动，大家好像都坐在那儿不敢说话啊。了不起的有的人也就是在这吃2筷子海底捞嘛。那这个就是属于京东公关部工作做的不太细致的地方啊。但不管怎么说啊，大家都知道啊，京东和美团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的竞争啊，是中国互联网啊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打起来？那么这场战争对美团的骑手，对这个京东的骑手，对整个互联网平台的骑手又意味着什么？对整个中国互联网的经济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美团大战京东的故事啊。要说美团和京东的竞争啊，那最近的一段时间还是有背景的啊。因为这个美团这家企业确实是比较猛，因为外卖这个行业美团并不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市场的，最早呢还是饿了么做的啊。那么当时呢，后来千团大战，很多企业都加入到了外卖行业。2014年的时候，这美团才正式加入到了外卖行业。但是美团加入之后呢，靠它的算法，一步一步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全打垮了，仅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上占领了中国的外卖行业的大半壁江山。现在有数据统计啊，美团外卖每天单日的单量已经接近了1亿单，光外卖啊。那么它市场占有率呢，大概是65%，排名第2的呢是饿了么，这饿了么呢只占有33%，其他所有的其他企业只占有2%。那这是一个典型的寡头市场了啊，而且它的这个市场份额好像还在继续扩大。第2个方面，最重要的一点，那过去啊，这个外卖市场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这些企业都是靠烧钱、靠补贴。因为当时啊，搞外卖的时候，你经常5、6块钱、7、8块钱就能点一份外卖到自己家里头来呀，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外卖企业都亏损。但是美团呢，这家公司不得了，最近2年，它的外卖这个行业的收入已经开始扭亏为盈，开始赚钱了。那这个是只有这一家企业才做得到。这市场中间排名第2的是饿了么，饿了么直到现在它还是亏损的。虽然说美团外卖的这个毛利率啊和净利率都不是特别高啊，它的净利率大概只有2.3%左右，但是2.3%它市场规模巨大，所以不得了啊！在去年整个美团的净利润已经到了400多亿，那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啊，这美团呢又开始向其他的行业开始延伸做什么呢？它开始做即时零售。这里头就有一个背景了。你想外卖这个行业，它的需求啊，实际有非常大的即时性。你每天中午那个时段和晚上那个时段都是外卖的高峰期，因为吃饭嘛，大家都在这个短时间内进行点单，所以在外卖的高峰期的时候，骑手面临的是有单，但是很难及时的给你送过去。但是，一旦过了吃饭的时间，这骑手又没活干了，因为你想想，从午饭到晚饭这中间的时间。那市场上的吃饭的需求，这可以差10倍，甚至有可能差20倍，这就导致整个市场的需求带有极大的潮汐性。那么你在这个2顿饭之间，这些骑手干什么呢？没什么事儿干了吗？那不就是闲置了吗？所以美团就在想，他说我既然能用30分钟做的时间，能够把饭送到你家里头，那我还能不能送别的呢？于是就在几年前，这美团就推出了另外一项服务，叫做美团的闪送业务。这美团的闪送啊，是送什么呢？它可以送矿泉水，可以送衣服，可以送手机，甚至可以送家电。那你想想啊，那这些东西跟送外卖有什么区别呢？它就跟全国几千家、几万家零售商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用很便宜的价格把这些他们手上的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中。这是一个改变行业业态的这么一个创新啊。那么现在美团的闪送啊，
每天的这个单量已经到了1800万单，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概念已经超过了京东每天它这个电商平台啊的送货量。那这个对京东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了。这京东啊，大家都知道啊，他早年他做电商起家，打败了苏宁，打败了那些殿下的企业，他靠的是什么？靠的当时就是一个是他的商品的品质比较好，就当时淘宝啊什么东西有假货的时候，他选的这个京东的这个商品呢，基本没什么假货。另外一个呢，它的配送系统都是自己组建的，它叫次日达，别的还是比较慢的时候，它第2天就能送到。所以京东在电商这个行业做的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现在美团做的这个闪送啊，实际上跟京东啊，这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个业务的交集。你想想，你还是次日达，人家30分钟就给你送到家里头了，你能送的东西人家都能送，那这不是要京东的命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京东就在想怎么办？于是他们就想，那干脆他们也做外卖。如果是京东把外卖做起来了，这外卖不但能够掌握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同时还能给这个京东的商场来导流。于是乎，京东在去年的下半年就开始暗中的布局自己的外卖业务。它这外卖呢有2个途径啊，一个是它直接收购了一家公司叫达达，这达达呢实际上就是一个送外卖的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的市场上，它开始推出这种外卖的这种产品，一开始主要都是一些咖啡啊，也包括一些加盟的那些外卖，肯德基啊、什么麦当劳啊这些东西啊。到今年的2月19号，他就开始突然发力了。他说：“我要给所有的1线的专职骑手啊上5险1金。”那这个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个爆炸型的，因为对于整个外卖这个行业啊，也包括就是这个快递这个行业啊，实际上加入5险1金的非常少。京东过去的所有的它的这个配送员啊是加入5险1金的，但是外卖这个行业几乎没有，因为外卖这个行业啊，现在整个市场大概有1000万左右的骑手。那么过去这个外卖的骑手，我们过去做节目也讲过，它分为专职骑手或什么众包骑手，还有什么乐享骑手啊等等啊，不管什么这样的一个名称，基本是分为2类，一个是专职骑手。专职骑手就是企业给他们上5险1金，有最低的劳动保障，这个呢比例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到了2018年之后呢，剩下这个所谓的这个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把这个专职骑手都取消了，都变成了一个外包的行业，就是让这些骑手们呢跟外面的中介公司去签约，就是说平台跟骑手之间只提供劳务活动，不发生劳动关系。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啊，你发生劳动关系的，你需要签劳动合同，你给他上5险1金。如果只提供劳务活动呢，你就不需要。给各位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你家里雇一个保姆，这保姆呢，你是从一个中介公司进来的，这保姆给你提供的就是劳务服务，实际上你是不需要给他上5险1金的。上5险1金的是保姆的那家劳务服务公司给他上的，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嘛。所以从18年之后呢，中国所有的这个平台几乎都取消了专职的这么一个5险1金的待遇啊，都变成了外包的形式，那就导致了一个这个局面，就是中国所有的外卖行业的骑手跟平台之间都是劳务服务关系。那么这个比例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现在有人做研究，就是这个外卖平台中间这1000万左右的这个骑手中间有11%啊，几乎是专职的，因为他每年工作的时间超过了260天，那就相当于一个专职活动嘛。那么除此之外，其他的呢，那大概就是每年呢30天到260天左右的，大概占40-50%左右，剩下的那都是零星的，每年干的工作时间不到30天的，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构啊。但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过去这11%的专职骑手也没有企业给他上5险1金，所以京东率先提出来要给他们上5险1金，而且要准备要给这1万名骑手要先上，所以在市场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到了今年的4月份，这京东就开始继续发力了，就宣布要对整个外卖行业补贴1000亿。这中间呢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说市场上开始流传了一段录音，说京东内部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录音呢，就刘强东在讲话。外卖呢，就是经过这个10年的发展，大家看到了，现在就是说这个美团啊，每年在外卖上都数千亿的这个扣点收入。
这呢，其实是从老百姓的这个衣食住行这些基础民生的这个产品来讲，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全世界这种吃啊，这些吃饭这些东西啊，都是低利润的，这些开餐厅的都很辛苦。但就在这么一个老百姓的民生的行业里面，基础民生行业里面，竟然能够存在一个会一年有几千亿的收入，上千亿的利润。听说现在已经平均高达25%了吧，有的甚至到30%多了，如果加上广告费什么的。他说：“你知道这个市场为什么规矩坏了吗？就是这个外卖这个平台啊，这个赚的太多了，太压榨了。你想想，那餐饮行业被提取佣金提了20%多，骑手又每天被困在算法里头，然后自己赚的盆满钵满呐，那这个不正常。所以他就提出来了，京东如果要是搞外卖的话，净利润不能超过5%，如果超过5%的话，要被处理。就不断的让餐厅为了生存，为了赚钱，餐厅就不断的降低自己的品质，特别安全方面的品质。大家应该在网上也看到了，是吧？在厕所里面去洗那个整只鸡，在那个一个地下室里面，老鼠、蟑螂爬在一块儿的，能有50家这个外卖餐厅专门做外卖，没有堂食，都是因为就是这些外卖行业对企业压榨所导致的一个坏的均衡。我听完这段录音，我个人觉得这个录音呢，肯定是京东故意放到市场的。为什么呢？几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呢，就那个录音的质量忒好，那录音一看就不是拿手机随便录的，一看就是用专业设备录出来的。但是你想想，开会的过程中间还专门去录音，那谁相信呢？肯定是专门有意为之的一个行为嘛。这第一。第二，京东高层的会议，他平时他怎么不往出流传呢？那刘强东当时处理美国那明尼苏达事件的时候，他的高层会议的录音怎么没流传出来呢？那为什么这段录音流传出来的呢？对不对？那这段录音关键是对谁有利？那肯定是对京东有利嘛。因为刘强东说了，不能冲超过50%的钱，超过5%的钱，这个我们要处理你。当然有人说了，其实这段话有点装，为什么呢？因为美团就算现在盈利了啊，有人算了，它的净利润也只有2.3%左右。那是市场中间一股独大的老大呀，人家只占2.3%呢。你京东说不能超过5%，那就相当于有人说，现在的华为说了啊，我们绝对不做1纳米、2纳米的芯片，是不是？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对吧？其实你没有能力赚这么多嘛。你京东你有能力赚到5%，在外卖这个行业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也有人说他有点装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京东啊在整个过程中间的一个打法，都是套路，都是在故意布的这样的一个局。在今年的4月21号，他专门发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就直指美团，说美团呐，这个压榨骑手，逼迫他们2选1。与此同时，他讲了，凡是美团。当然他没直接点美团啊，他说某平台，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讲美团啊。封杀的骑手到我们京东来，我们保证他们单量收入不降低，同时要给5到10万名骑手要买5险1金，而且要搞双职工制度。你在美团这个地方当骑手，你的太太在我们这可以做保洁，让你们家庭以我们京东为家。与此同时，他还讲到了说，我们美团这个外卖这个单子啊，超过20分钟就免单，相当于直接对美团进行开战啊，双方这个整个这种大战就拉高到一定的调门上了。所以也有很多人就讲，你看刘强东确实是了不起啊，你看就是对这市场中间这个外卖骑手啊好，你想让他加5险1金吗？是不是？但是啊，我个人觉得。刘强东啊，在打这个美团这场战役的过程中啊，市场中间有竞争当然是好事啊，因为毕竟一个市场中间一个企业一股独大，未见得是好事。你就像美团，现在占有率65%了啊，如果他将来要是把饿了么给干死了，那这个市场中间没有竞争对手，未见得是好事。但是刘强东啊，在打这场这个京东外卖的战役过程中，他诉诸的这种方式，我个人来讲我不太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口口声声啊，他讲的都是对这些底层好啊，对这个外卖骑手好啊。但是你想想，他说超过20分钟他就免单，这实际上不是在压榨骑手吗？因为就算是美团
它实际上给这些所有的骑手配送时间平均是30分钟，而且美团在前2年一直在跟国家的监管部门在商量，试图把这个所谓的配送时间再拉长一点，因为你如果压迫他们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去送单，导致了什么结果啊？外卖骑手就是闯红灯嘛，超速嘛，结果对不导致很多外卖骑手所发生的这种伤亡事故不断的增加，这不前2年反复讨论的吗？那你刘强东说超过20分钟就免单，你不就是逼迫你自己的骑手在20分钟之内把单送到客户手里面吗？这难道是对骑手好吗？而且对商家，他规定了啊，商家接单之后3分钟就出餐，3分钟啊，如果3分钟不出餐的话啊，马上这个单就取消了。那很多商家就说了，杀一条鱼还得2分钟呢，你3分钟怎么出呢？那你最后不就是做预制菜吗？那这对消费者就好吗？所以刘强东说是对接外卖骑手好，但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道德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道德。什么是企业家的道德？企业家的道德，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市场中间提供持久的有价值的服务，而且这种服务本身是必须是可持续的，必须是最后消费者、商家也包括社会是共赢的一个局面。但是刘强东这次打美团，他真的符合这个标准吗？他说给这些员工要加五险一金，要通过补贴，真的是符合我说的这个企业家真正的道德吗？我认为不是。为什么不是？大家听我来分析一下。现在这京东啊搞这个外卖，他说他要搞1000亿的补贴，这1000亿的补贴，当然了，给这个骑手啊加这个五险一金是一方面啊，然后呢给这个平台发红包是一方面啊，但这个东西啊，补贴只是一个零和游戏啊，只是钱从 A 转移到 B 啊。那么你京东的这个外卖啊，你能不能创造一种持续的给消费者提供有品质的这种服务呢？至少现在我们没看出来。美团为什么能够赢得市场？美团实际上它的算法是在所有这些平台里头最优秀的，它正是通过它的算法战胜了所有的外卖企业。那你京东现在这个算法具备这个条件吗？恐怕是不具备吧。你现在通过这种所谓的补贴，补贴是可持续的吗？在早期的外卖平台的大战过程中间，补贴在烧钱阶段，在进行整个市场培育的时候有效，但现在已经是市场中间已经有个成熟的算法体系了，你再通过补贴，你能走多远？如果你这种补贴不能持续性的走市场中间的道路的话，你这种补贴的短暂的这个过程中间，也未见得对这些外卖的骑手就真的有利。重大利好，利好啥呀？利好啊！我只看到噩梦来了。钱不会凭空产生，谁来承担这个成本？这什么一个体量？上百亿的体量。往上，让点外卖的客户来承担这个成本，你觉得可能吗？往中，平台自己掏出上百个亿、几百个亿出来，你觉得资本家这么好心吗？还不是往下从你工钱里、从你的劳动所得里面扣啊！所以我认为啊，刘强东打的这个道德牌本身呢，其实它本身并不一定真的符合市场经济过程中间真正的道德标准，这是第一点，我个人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呢，一听到这个企业家对底层所谓的动情啊，他就忍不住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但实际上操弄民粹的思想啊，本身呢，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市场竞争过程中间的名门正道。按道理来讲，你这个京东如果跟美团你要打，那你就应该跟美团比什么？你比的就是谁能给市场中间提最优秀的服务嘛，而不是动用民粹啊，而不是动员这个社会中间的这个普通的围观者的道德力量啊，去指责对方啊。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觉得有一篇文章写的挺好的啊。这篇文章就是刘强东活成了司马南。当然这篇文章好像这个刚上线2天之后就被投诉下线了，可见这个京东的公关还是挺敏感的。因为这篇文章的核心的一个意思就是你刘强东实际上打这个道德牌你自己也坐不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京东啊，你自己不是收购了一个达达吗？你这达达底下有130万个外卖骑手啊，那这130万的外卖骑手，你给他们上过社保吗？并没有啊。
而且你收购这个达达，从2016年开始控股，到最后把它私有化，完全变成了你京东下面的一个企业。那现在就是京东的一个大家庭的中间一员了。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京东外卖的红色的衣服啊。但你京东为什么不给这些人上五险一金呢？你现在只给你外面吸引过来的人上五险一金呢？可见你所谓的上五险一金，只不过就是一个企业宣传的噱头而已。我觉得这个批评呢是非常有道理的。当然，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更重要的就是企业家宣称的道德跟市场中间真正的道德并不等价，并不等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京东现在宣布要给这些外卖小哥上五险一金，对吧？赢得了很多市场的喝彩啊。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挺复杂的。就中国的这个外卖行业，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上五险一金？就包括京东一开始宣布上五险一金的时候，有些外卖骑手都站出来说我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为什么上五险一金他们还不愿意呢？其实这里头啊也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啊。一送外卖有多少人跑了一辈子的？外卖是个流动性很大的行业，你来跑外卖，你要的这是现钱啊，赚的是快钱现钱啊。你要那些干嘛？社保全称是什么？社保税呀，一个个的还开心的不得了。首先是第一点啊，就中国的这些外卖啊这个参与者，他们这个市场中间有人专门做过调查。我们过去的节目也讲过，一个孙平的团队啊，他调查中国的这1000万所谓的外卖骑手里头啊，差不多有60%都是负债的人。他们要么是因为买房子，要么是因为买汽车，要么是因为子女的上学，负债的平均的数字都在10万块钱以上。所以对这一批人来说，他需要的是现钱。而社保是什么？社保我们知道是延迟支付，就你现在的钱你不用了，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再领。但是对于这些手上欠钱的人来说，他要解决的是燃眉之急。你让他牺牲现在的部分收入去换得将来老年之后的保障，他不一定愿意。所以现在就是让上五险一金，很多外卖骑手自己没有非常强的意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这个社保体系啊，本身呢它也有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外卖的骑手啊，他们本身流动性非常强，可能是安徽的人在上海跑外卖，但是他在上海那个地方交社保，将来他要想把社保转回到安徽，可费了劲了。因为中国的社保是按省级进行统筹的，那你可以把你自己这部分迁回去，但是企业给你交的这一部分你拿不走，或者你拿走只能拿走很小一部分。那么这对于外卖骑手来说，也包括企业来讲，他们共同就没有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意愿去缴纳这个社保。这第二点。第三点，就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社保啊，因为不同轨，在中国里分为农民工的保险，包括城乡居民的保险，也包括企业职工的保险，当然还有公务员的保险啊。这几套体系之间啊，这个待遇差别特别大。那么你现在如果要加入这个五险一金，相当于企业的保险，但是它跟城乡居民的保险、跟农民工的保险比起来啊，他们互相之间有竞争。很多外卖骑手，他其实啊，他在自己家里头交了农民工的保险，或者在城市里交了城乡居民的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他交企业的保险，他就未见得愿意了，因为这两个轨道之间负担比例不同。那么他这个竞争的结果，他是不一定愿意缴纳这个保险。当然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啊，本质上来讲，社保是个税呀，它带有强制性啊，大家都想搭便车啊。所以中国由于是现付现支制度，所以现在所有的大家收上的社保都是给现在老年人去支付，所以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导致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在补贴现在的老年人。那么对于现在这些农民工来说，对于现在跑外卖骑手这些人来说，他们实际上跟他自己未来30年之后的现状，他没有信心。谁知道30年之后这个社保体系还存在不存在呢？将来的年轻人变少了，还能不能给他们今天做这种所谓的转移支付呢？所以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讲，很多人不愿意去支付五险一金，其实是有原因的。只有一种可能，有可能是最近的什么民营企业家会议啊，上面给他们压力了，社保的缺口太大了，这么大一个体量的骑手，然后让他们啊，你们想办法，平台你们自己想办法
啊，把这些人社保都交起来，要么怎么叫社保税呀？一个个的，出材料的人多，分蛋糕的人少，那分蛋糕的人呢可以吃到很多。大家都想进来分这个蛋糕的时候，那就没有蛋糕吃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定义外卖平台跟这个骑手之间的关系。这外卖平台跟骑手之间的关系啊，他们按照现在的劳动法，他们可能是一种劳务关系，并不是一种劳动关系。什么叫劳务关系？劳务关系就是我们在家里头请了一个保姆来，对吧？这保姆给我们提供的是劳务，但是它不是劳动关系，所以我们不需要跟他之间签劳动合同，也不需要给他上五险一金。但是对于那些专职骑手，你表面上来看，它确确实实是跟平台之间啊，好像是构成了一种极其固定的联系，就是那11%的专职骑手。所以孙平团队做的那个研究也叫《过度劳动》那本书，我们过去也讲过啊，说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产业工人了，他只不过把生产线从车间搬到了大街上，但是呢，他们现在有没有享受到了那个专职的车间劳动所享受的劳动的法的保障？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问题是啊，随着这样一种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啊，怎么定义这互联网平台跟骑手之间的关系呢？这里头啊，如果要是定义不好的话，对整个数字经济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消极影响。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欧洲和美国啊。美国当时有人就认为 Uber 的司机啊跟 Uber 之间，它其实就是一种劳动关系，所以当时就要求 Uber 这个平台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劳动保障。但 Uber 的解释是什么呢？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信息服务费。所以后来在加州就进行了一个公投，公投的结果，那么这个 Uber 的司机实际上就是个体劳动者，他们最后从 Uber 那个地方获得的就是一个信息服务费。但是欧洲的判决结果就是相反的，欧洲法国、德国包括西班牙一系列的判例啊，都认定这平台企业跟这些骑手也好，外卖的骑手也好，也包括 Uber 司机也好，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种雇佣关系，而且这种雇佣关系不能因为这种服务的单量而有区别。那么这两种法律体系，两种保护的力度不同，但是所导致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截然不同。大家可以看到，在欧洲现在这个数字经济基本没什么戏了。因为你要想想，你把这些人都变成企业的正式员工，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算法本身进行激励的。所以欧洲实际上现在整个不管是 Uber 也好，包括外卖行业也好，它很难发展起来。但是中国现在实际上跟美国，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家。在我看来啊，把这个外卖的骑手跟平台之间，如果定义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关系啊，可能真的不利于整个平台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需要一种所谓的法律创新。什么法律创新？就是如何定义这种新业态劳动者跟平台之间的关系。就比如说他们怎么去上保险。我自己的这个观点啊，按道理来讲呢，我们这个国家其实我们的社保体系啊，它门类太多了。你像日本，它实际上就两类，一类是后生保险，一类是国民保险。这国民保险就涵盖了所有的灵活用工的，甚至是学生的，你都得加入到国民保险。而后生保险，你作为企业，你就必须有义务加入。那在我看来啊，实际上中国的这些外卖行业，这些骑手们啊，他其实如果是可以加入于日本的那种国民保险，这个国民保险的保障水平跟这种后生年金的保障水平，在医疗平台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只是那种养老金这方面，他将来拿的不太一样。如果达到这个水平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难解决。但问题是，中国就是现在的这种不同的轨道的这种保障水平相差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又由于我说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的企业的保险，又承担着所谓的代际的支付转移的这个原因，导致很多人处于理性的选择的角度，并不愿意缴纳五险一金。所以啊，在我看来啊，缴纳保险这件事情未见得对企业的员工是有利的，未见得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有利的。说句终极一点的话啊，就相当于说共产主义实际上在这个国家也没什么市场。刘强东不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过吗？
他说这个共产主义马上在他们企业就实现了，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在京东实现不了，在这个国家也实现不了。那么我们只能遵循市场中间的一般规则去适应市场。我觉得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的这么迅猛啊，有一点确实是其他很多国家里头没有过的啊，就是市场中间它基本上是让市场本身先去试，然后政府才逐渐的建立规则，而不是用过去的那个行业的规则去要求、去约束这些互联网企业、这些新经济业态。这一点，中国和美国呢是最具灵活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中国和美国经济啊其实最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背景。所以啊，在我看来啊，京东和美团的这场大战，最终你说能够导致这个刘强东的那个所谓的道德化的结果吗？我不这么认为。真正给这个市场中间提供持久服务，才是一个更具道德的这个企业家的精神，也是我们对所有的消费者更有利的一个多赢的结果。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在20年前，当我们有第一个快点的时候，我就坚持说，我一定要做我们心里什么厂。而现在退休之后呢，退休金像我们这样老兄弟，他退休金肯定不会低于5000的。你这退休之后，每个退休到5000以上退休，所有的法律。欢迎。很希望就是说能期待早日能加入咱们京东这个大家庭。哎，兄弟们，欢迎美团、饿了么兄弟加入我们京东啊！而且美团跟饿了么对市场上的商家跟骑手的捆绑已经极其的深度的捆绑，几乎不可能再能做得起来第3家外卖平台了。京东给骑手交社保了，美团也跟进了，重大利好，利好啥呀？利好！我只看到噩梦来了，钱不会凭空产生，谁来承担这个成本？这什么一个体量？上百亿的体量。还有，你送外卖有多少人跑了一辈子的？外卖是个流动性很大的行业，你来跑外卖，你要的这是现钱啊，赚的是快钱现钱啊！你要那些干嘛？社保全身是什么？社保税呀，一个个的还开心的不得了。我送礼金，然后今后有了保障，我夫妻俩在这住京东，就越来发展越好。祝东哥身体健康。好，谢谢，也期待你们的孩子早日加入京东啊！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京东外卖员全职外卖员，也就是每天都来工作的，有没有可能把全职外卖员全部给他们上5险1金？然后那些就是兼职的，我要求京东安联呢，要对这一部分兼职的蓝领工人单独给我设计一个商业医疗保险。